嘎 Q 肉筋蛮筋，呀，那上摩克里摩哥 ，Hello， 大家好，我是最想了解台湾的吉祥号有订阅极点社长交朋友频道的朋友，一定都对日本文化有某种程度的喜爱。浮世绘这个名词，相信大家也都不陌生。但是大家常看到的海浪故事上的浮世绘，你知道是谁画的吗？这几张作品，你有认得出几幅呢？来，今天再一下不搞笑，要带大家上一场文经一定有兴趣的日本美学艺术课。看完这支影片，你就能认识这4幅最有名的日本浮世绘，以后在朋友聚会当中也能有自信的聊上1、2句了。开始今天的文艺课之前，同学们记得要缴学费哦。有看到画面右下角的红色按钮吗？请大家帮我把频道订阅起来，就不会错过每周最先上片的台日文化影片喽。另外，我也会在我个人的 FB 跟 IG 分享我的个人生活，有兴趣的人也欢迎一起订阅哦。それでは参ります。在开始介绍许多浮世绘大师的作品之前，先问大家，到底什么是浮世绘 ukiyo-e 呢？浮世绘从江户时代开始流行，是以庶民日常生活为题材的绘画，比方说一般市井小民的日常生活、幽门风景、美女等等，只要够赏心悦目，任何主题都能作画。加上江户初期人们的政治经济环境相对稳定，小市民开始重视娱乐生活，歌舞伎演员也就成为浮世绘的绘画主题之一。浮世绘最一开始是由绘师直接在绢布或纸上一张一张作画，后来演变成为木板画，可以大量呼应生长。很多粉丝会为了目睹歌舞伎演员的风采，买下作品收藏。所以浮世绘可以说是日本最早出现在江户时期的偶像海报。刚刚已经先帮大家科普了一下浮世绘背景，接下来就要从认识知名作品来进一步了解浮世绘喽。第一幅巨人画叫做《神奈川冲浪里神奈川 Okinami Ura》，是画家葛饰北斋晚年闻名世界的知名作品。葛饰北斋因为很爱富士山，因此晚年就画了36幅以富士山为主题的作品，叫做《富岳36》。因为一推出就大受好评，之后又追加了10幅，最后变成46幅的富士山系列作。神奈川冲浪里是里面的其中一幅。为什么这幅画最有名呢？是因为北斋大师把前面大浪与后面小小的富士山用动静交错的方式增加整幅画的戏剧张力。前景巨大的惊涛骇浪和后景宁静而微小的富士山相称且重造成的对比，更彰显海上壮观的危机。在海浪的末端上可以看到有颜色比较浅的白点点，这些点点原本并没有刻在木板上，而是透过上颜料的水滴洗控制每张纸的水分晕染而成的，需要非常高效的技术才能呈现仿佛真的有水波溅在纸上的白色淡点哦。看完巨人版画《神奈川冲浪里》之后，再继续介绍葛饰北斋的第2幅作品《海风快晴改夫开塞》。这幅同样说在富岳36之一，对我们的日本人来说是最经典的富士山浮世绘。赤富士赤富士是指富士山在清晨的太阳照射之下，整座山呈现火红的印象，被日本人视为吉祥的好兆头。这幅画可以看到富士山被清晨微弱的日光照得火红，加上天空中挂着像鳞片的云，象征着天气将晴，一整天都会是好天气。构图简单却完整呈现富士山的壮丽，是日本人心中经典的富士山象征。而说到这2幅画的作者葛饰北斋，可说是讲到浮世绘就一定要知道的代表性大师。在平均年龄只有40岁的江户时代，葛饰北斋居然活到91岁，一生作品竟然超过3万件。加上从年轻时就喜欢旅游，所以养成用画记录热爱的自然而生活，直到72岁高龄，才以自己最爱的富士山为题，画下名有青史的富岳36系列作品。1867年巴黎万国博览会展出的富岳36景部分作品，将葛饰北斋的地位从日本推向全世界，带起全世界日本主义 Japanese 的风潮。他的画作不但影响梵谷、窦家等印象派画家，连音乐家德布西也是受到神奈川冲浪里的影响，才创造出交响曲《大海》哦。1999年，美国 Life 杂志票选出千禧年留下伟大业绩之100人选当中，葛饰北斋更是唯一获选的日角。所以说到葛饰北斋，我们日本人心里只有满满的骄傲啊。接
介绍完葛饰北斋，就不能不提当年和他相提并论的北川宇多丸喜多川歌米了。喜多川歌米同样是世界知名的浮世绘大师，专长是画美人画，和葛饰北斋、葛飾北斎、宇多川広重、東秀斎写楽四个人齐名，是浮世绘界的四大天王之一。喜多川歌米自己一开始是跟卡诺哈狩野派的绘画大师鳥山石燕学习入门，直到和出版商太雅竹三郎认识之后，开始转画类似漫画版的《起表式大人の漫画》，之后又开始转画当时有过花街的女性，把女性的神韵与魅力描绘得非常细致，从此一炮而红，被称为浮世绘美人画第一人。但因为有些画风比较露骨，好几次被制约，最后在1804年被判封禁取缔处分，不幸的在2年后过世。喜多川歌米在创作最顶峰时期，画了一组时真的婦女人相基本主题系列，描绘各年龄层、各种阶级的女子百态。而这张ビートルを吹く娘就是其中一张。画中的女孩穿着当时最流行的世松花纹的和服，中满童趣的吹着当时从海外引进的日本的玻璃玩具ビートル。发际线交界处一直都是最难雕刻的地方，但这幅却把法师刻画的非常细致，可以看出江户时期的雕刻之人的真功夫。最后要介绍的压轴作品，假如有看过阿部宽主演的电影《陪睡大人》，应该都对海报这张脸不陌生。原版的画作就是東秀斎写楽的作品《三世大谷鬼の奴江戸兵》。说到東秀斎写楽的职业生涯非常神秘，只在10个月内就生产出140件以上的浮世绘作品，然后就消失在画坛，被人形容生涯就像彗星一样短暂却璀璨。仔细看他的作品，可以发现不论美丑，而是专注于如何把人物个性和表情生动地描绘出来。所以有不少人认为，这和当时江户时代流行的审美观不同，所以当时没受到欢迎。但拿到现在的审美观来看，他笔下的歌舞伎演员生动感跃然于纸上，是非常惊艳的浮世绘作品，甚至在20世纪初被德国心理学者尤利乌斯·库多评为世界3大肖像画家之一。而这张三世大谷鬼の江戸兵是在描绘当时饰演江戸兵的歌舞伎演员三世大谷鬼。仔细看画中人物的手唇针，抹上红色眼妆的眼神非常锐利，把演员在舞台上的状态忠实的呈现出来。整幅画的背景呈现暗墨色，将云母和墨水以及姜溶煮之后再刷到背景上，灯光照射下会一点一点的透出光芒，象征歌舞伎演员在豪华的布幕前面想要登场。今天跟大家介绍了4幅超有名的浮世绘作品，还有许多浮世绘大师的作品和生平也非常有趣。大家假如喜欢这系列的影片的话，可以在下面留言给我，未来有机会再帮大家开进阶课程哦。另外，我们也在脸书成立了自己的日本选物社团哦，原水来自日本各地的特色商品直送台湾，欢迎喜欢日本小物、日本商品的大家在 FB 搜寻立气手部脸书社团进来逛逛哦。喜欢这支影片的话，别忘了帮我按赞、订阅，还有开启小铃铛。今天的艺术课就上到这边，同学们，我们下课啦，拜拜。